河面飘来一具美艳裸体女尸，被正要去捕鱼的男人看见，他急忙将女尸打捞上岸。看着女人俊美的身体，他忍不住的咽了咽口水，但并未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，反而同情起了这个女人。他连忙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在她的身上，帮忙遮掩。大致可怜女人死后无人安葬，于是好心的他就挖了个坑，好生将女尸给埋葬了。接着给她立起了无名碑，还有烧了不少的纸钱。殊不知他的这一善举将会改变他今后的命运。此时看视频并点亮小爱心的人，评论区下面写的愿望也都能实现。而就在这天晚上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正当大志还在熟睡的时候，白天女尸的鬼魂竟然出现在他的房间里。大志看见自己房里凭空出现了一个女人，不由得被吓了一跳。而女鬼还穿着白天大志给她披上的衣服，可是大志并没有认出来。女鬼这次是来报恩的，她告诉大志，过些天会下大雨，鱼塘里的水会漫出来，你要提早把鱼都捞出来，提前拿到市场上去卖，这样你就会大赚一笔。正当大志问她叫什么名字时，女鬼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大志觉得女人很是面熟，可是就是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隔天大志就以为是昨夜的梦，但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先把鱼给捞出来。邻居看到这一举动很是好奇，于是就把大志叫上来询问。大志告诉他们马上就会下大雨了，所以要赶紧把鱼捞起来。邻居听后忍不住嘲讽道，眼下正是艳阳高照，连半块乌云也没有，怎么可能会下雨？他们根本就不相信大志的话。然而很快就被打脸了，傍晚就下起了瓢泼大雨，邻居家的鱼塘损失惨重，幸好大志提前将鱼捞了起来，不然自家的鱼就打水漂了。这天晚上女鬼再次现身，大志连连感谢面前的姑娘，不然的话自己的损失可就大了。而女鬼则告诉他，今天天气很好，你赶快去鱼塘里捞鱼。可大志有些纳闷，自己昨天已经把鱼都给捞完了，鱼塘里哪还会有什么鱼呢？女鬼则让他相信自己就好了。此时大志问他为什么这么帮自己，女鬼则晃了晃他身上的衣服，难道你连自己的衣服都不认得了吗？大志看后吓得面色惨白，他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面前的女人正是他几天前埋葬的女尸。大志吓得连忙躲进被子里，女鬼见他害怕，于是只好暂时离开了这里。隔天一早，大志来到了鱼塘，发现水里果真有很多的鱼，并且比之前的更大更肥。大志用鱼塘里的鱼大赚了一笔。为了感谢女人，他来到了纸扎店，又买了一些纸钱和衣服，来到女人的坟前烧给了她。晚上，女鬼就穿着新衣服来到了大志的房里。大志知道女鬼只是来报恩，并无恶意，所以渐渐的也不再害怕。大志问她叫什么名字，为什么会掉进河里呢？女鬼便给他讲起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这个女人名叫康碧莲，几个月前她独自乘船来寻亲，岂料半路上遭遇海啸，她不小心掉进了海里，幸好抓住了一根浮木飘到了岸上，被路过的渔夫救了上岸。碧莲为了报答渔夫，就从钱袋里拿出一枚金戒指要送给他。渔夫看见他手里的金银首饰后，竟然心生歹意，一把将钱袋给抢了过来。看见美艳的姑娘，他又起了色心，逼迫碧莲脱掉衣服。看着碧莲娇嫩的身躯，渔夫再也忍不住了，上去就要强行玷污她。怎料碧莲宁死不屈，直接咬伤了他，气得渔夫抓起他的脑袋，一下一下的磕向石头。渐渐的，碧莲没了反应，渔夫用手探了探鼻息，发现碧莲已经死了。歹毒的渔夫打算毁尸灭迹，于是就在尸体上绑了一块大石头，将尸体沉入了大海。也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，麻绳被海水腐蚀断开，碧莲的尸身和冤魂才得以解脱，直到被大志救下将他安葬。大志听后气愤不已，发誓会帮他找到凶手。而两人也慢慢的熟络了起来，渐渐的一人一鬼竟互生情愫。大志四处打听，终于找到了当初残害碧莲的凶手。可当碧莲抱着牌位要来寻仇时，却没想到凶手早有准备，让道士布下天罗地网，碧莲差点被打得灰飞烟灭。无奈之下，大志只好抱着碧莲的灵位来到城隍庙，跪求城隍爷为碧莲做主。凶手见他们也拿不出证据，于是就当着城隍爷的神像发誓，自己绝不是杀人凶手，若有半句谎言，愿遭天打雷劈。怎料他话音刚落，天空顿时乌云密布，一道天雷直直的劈进了他的身体，将他打入了18层地狱。村民看见这一幕，也不由得感慨，这可真是老天有眼，恶人自有天来收呀。最终碧莲大仇得报，城隍爷可怜他的遭遇，于是就直接复活了碧莲，让他跟大志结为了夫妻。从此两人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。城隍爷还表示，在评论区许下愿望的人也很快就能实现。